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晚上的读书会，我们来到第151讲了，主题叫做降低别人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水准。人啊，一旦能做到降低对别人的标准，自己就能提高自己的水准。因为一般人都是对别人很严格，对自己很宽松，很会原谅自己，但很难原谅别人，也很会要求别人、检讨别人，也因为这样的习性呢，造成人跟人之间呢容易起纷争、起冲突。其实这也是烦恼的缘起之一啊。因此啊，能做到降低别人的标准自然就比较不会看人不顺眼，同时也因为自己有雅量、有心量，而提高自己的涵养跟水准。那降低别人的标准，简单讲就是待人以宽，就是放宽对别人的要求了。那提高自己的水准，简单讲就是律己以严自我要求很严是好事，但如果以自己的高标准来要求别人也跟自己一样呢，要求别人跟自己一样了，那要别人活成自己的样子了，这样就会造成强人所难，而容易起争端了。甚至造成家庭纠纷跟人际关系的障碍所以才说宁愿多花时间充实自己、提升自己，也不要花时间去改变别人。理由很简单，改变自己都这么困难了，何况要改变别人其实这也是印证佛法所说了反观自照跟往内升观的道理他提醒我们学佛的尺不是拿来量别人，而是用来量自己同样的道理，静思语也不是拿来教训别人，而是用来警惕自己自己做不到的或者还会做到的事情，很难去要求别人做到嘛。所以孔子才会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句话在我们读书会中提了好几次因为这句话是立身行事的准则，用在很多做人处事的地方都是通，所以我们常常拿来用意思是说，君子是从自己的本分事做起尽到本分了，才有可能本立而道生那这个道生的意思就是说，才有可能去影响别人。也就是说，正人先正己想要纠正别人呢，就要先匡正自己自己还不正怎么去导正别人呢？先自己才别人这个是先后顺序的关系真的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句话也是在强调轻重缓急跟先后次序的道理跟佛法讲因缘重次第的精神是不谋而合，道道相通近思语也有说能尽本分的人才是有本事的人这句话是近思语这个有本事的人其实就是有水准的人而要提高自己的水准，就有他的行动纲领就有他的行动准则要依照这个行动准则例如什么反观自照克己复礼推己及人君子求诸己小人刚好相反，小人求诸人嘛那见贤思齐，见不贤也是内自省不是去检讨或反省别人，而是拿别人的事来练自己的心叫做借事练心好，再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也是检讨自己，不是检讨别人前面讲的待人以宽，律己以严也是己，还有只见己过，不论人非，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以上所讲的不是智就是己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要先充实自己，提升自己，才有可能提高自己的水准。而如果想要提高自己的水准，则懂得去降低别人的标准，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偏偏我们凡夫呢，常常是颠倒过来一直在提高对别人的标准，对别人很严格。那有的是太太想改变先生，
或先生想改变太太啊，有的是父母想改变子女，或子女想改变父母，有些则是婆婆想改变媳妇，或媳妇想改变婆婆，有些则是老板想改变员工，或者主管想改变下属啊，有些则是老师想改变学生，或校长想改变老师等等啊。总而言之啊，人人都是千方百计想要去改变别人，却从来不想改变自己啊。也因为改变不了，而造成彼此呢看不顺眼啊，或心生嫌隙啊，甚至起冲突都会有啊。其实这也是我们烦恼的缘起。很多人的家庭也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哦，造成家里气氛不祥和啊。尤其是夫妻之间经常因为要改变对方不成，而产生局语、口角或冷战。明明人家已经是言听计从了，你还要人家百依百顺造成要求别人的人跟被要求的人双方都苦不堪言，关系不能和谐，气氛很紧张，双输这就是双输。其实婚姻就像一双鞋啦尺寸适合重要过外表好看，很有道理哦。别人看到的是鞋，我们在意的是那个脚千万不要只贪图鞋子的名牌或华贵，而委屈了自己的脚。这个尺寸呢，指的是和谐跟吉祥啦。华贵指的是什么？是虚荣跟做作啦。那务实主义者呢，他懂得脚踏实地，自我充实，所以他也能够务实的去降低别人的标准对别人的要求没那么高，所以自己的日子才会好过一点老公晚归有回就好，老婆唠叨顾家就好人丑人美顺眼就好了。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降低别人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水准好，刚刚讲鞋子是名牌，但不适合脚，名牌也没有用穿了也会不舒服嘛。那睡的是水晶床，但躺在水晶床上的做噩梦，这样也是很辛苦。所以才说有钱可买水晶床，但却难买好睡眠郎才女貌，但貌合神离这样就很可惜金童玉女但遇人不淑同床异梦这样就很郁卒了。一下子新闻常常有一下这个跟那个要结婚，一下那个跟这个要离婚离了又结，结了又离让人看得扑朔迷离，也感到曲折离奇。而八卦新闻也乐此不疲，就因为很多人对这种爆料呢很好奇生活如果离不开电视或离不开网络的话呢，面对很难避免这个网络新闻的泛滥那我们就要自我警惕，要切记教育性的牢记我心知识性的呢参考我心八卦性的呢远离我心我们讲到有点离题了我们言归正传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有一天我巧遇一个志工他是一位小学的老师那他男老师他向我倾诉他的家庭状况。言谈中呢，我了解到这位老师呢是自己自律甚严所以家里什么事他都要插手，什么事都要求尽善尽美。那教育自己的2个孩子呢，也是很严格那太太看他什么事都要管，而且管得很严。那家里的事呢，这个太太家里的事就越来越不想管了，因为他如果不退让的话，就很容易跟先生造成争执。所以呢，不要管会比较没事。那本来这个太太没有上班的，那为了疏解压力呢，找生活的寄托，就开始出去找工作。然而一回到家，还是要面对凡事吹毛求疵的这个先生自己又做不到先生所要求的慢慢的呢，夫妻的个性呢越来越相去甚远最后这个太太呢忍不下去了，只好摊牌提出离婚的要求
也在离婚的协议书上的签字，但先生就是不签。即使先生不签，太太还是带着2个孩子离家出走了。那先生不签的原因，我问他，才了解说，他一方面还想挽回啦，挽回这个家庭的，但一方面却心存嗔恨，心里非常矛盾，又爱又恨的意思了。那他妈妈在世的时候呢，对这个太太也就是媳妇要求不多，给媳妇很大的自由的空间呢。虽然这样呢，也还好，没有婆媳问题，相安无事的。但是这个先生却有事，先生认为太太对妈妈的照顾呢，没有达到自己心中所预期的标准跟期待因此呢，这个对太太不满在心呢，这个就是他刚刚讲他嗔恨所在后来妈妈过世了，离家的这个太太偶尔还会回家呢，来祭拜这个婆婆。但先生以自己的高标准呢，认为妈妈在世的时候，你都做得不够，没有达到我的期待。那母亲已经往生后，你才来拜，觉得没有必要，因此呢，口出恶言呢，要这个太太不必再回来。其实太太已经跟你分居了，却还要回来祭拜这个往生的婆婆，这也算是很有心、很有孝心的嘛，也很难得了嘛。他也可以选择不回来啊，反正婆婆都不在了嘛，回来干什么？但你这个当先生的呢，却把标准定得那么高，造成太太呢再怎么做都无法尽如你意，所以不是别人的问题，是你这个当先生的问题那听这个先生跟我讲了他说有一次呢他要去学校了，他念大学的儿子在学校探望这个大儿子那因为他事情提前办完了所以他提前1个钟头呢去到学校。结果在校园里面呢，看到儿子在那边逛他心里就很不高兴。他不高兴，为何你可以提前下课在学校里闲逛？你为何明明你可以提前跟我见面，你怎么没有打电话跟我讲呢？连这样都是问题。他跟我说以前我的孩子念小学、念初中都不会这样子啊。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当爸爸的，如果心这么敏感、脆弱，也不能够善解孩子这样孩子跟你见面也不会感到喜悦不见面还没事见面反而是一种困扰跟压力，不是吗？我并且跟他说，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孩子也长大成人，观念思想也是成熟许多了，不是小孩子了。你这个当爸爸的这个亲子关系的，如果不能与时俱进自己不求进步用你这种错误的方式来对待孩子呢，这是好心做好事的会造成你的关心变成孩子的压力。那孩子看爸爸只会埋怨，好不容易见面了也是在埋怨也不会祝福我根本就不想跟你见面更何况呢，在孩子从小成长的过程中呢爸爸都没尽到责任都是妈妈含辛茹苦一手抚养那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有的孩子根本就不想也不愿意再见到亲生的父亲了。那孩子还答应要跟你在学校见面，我们都要感恩还鸡蛋里挑骨头。那他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看他的口气意识很强很主观自我意识很强，没有一丝自觉不对的地方，或者虚心来检讨怎么样改进，没有。那我只好当观众呢，倾听他的倾诉其实后来我看看，他也只想倾诉而已没有虚心检讨如何去降低对别人的要求这样就是跟自己过不去，而无法善待自己让自己生活在痛苦的深渊里当年太太长痛不如短痛，带着孩子离家出走，含辛茹苦把孩子抚养长大，那孩子也还好，也很争气，念到大学。现在人家母子是过得离苦得乐的人生而他现在却一直在扮演着苦难的众生，这个真是天下本无事，你庸人自扰之整个家庭出问题都是这个当先生这个当爸爸的呢太过严格，不懂得知足跟感恩而造成不幸不是吗？所以严以律己是好事，
但还要宽以待人呢，这样才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啊。以前我爸爸还在的时候，我爸爸都会跟我说：“你当孝子不是你特别孝顺呢，是我跟你妈妈很乖呢。”这句话也充满了禅机哦，也是代表我爸爸很有涵养哦。他把孝子的标准放得很低啊，所以我就很容易当了孝子啊。这就是我爸爸降低了我当孝子的标准，而提高了他自己的涵养跟水准。所以我当孝子是父母降低标准而让我成就的成就我的这就是双赢嘛。有一句近似语很多志工都知道，不让父母操心烦心的孩子就是孝顺这句话也是充满了人生的哲理啊。我把我爸爸这样的身教呢，拿来印证正言上人这句好话，用在我自己的亲子关系当中也是好用啊。我也是有样学样学我爸爸降低我2个女儿孝顺的标准，只要他们不让我做父母的操心烦心这样就是孝顺了，我就知足了。因此我的2个女儿也是很容易就当了孝女不过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这样子做因为我们也在学习成长了那有些家庭是什么？久病无孝子，在父母久病的情况下呢，当子女的再怎么服侍呢，都会有不足之处，变成做得好是应该的，做不足的地方变成是不孝。那其实不是子女不孝，而是父母把孝顺的标准定得太高，造成子女再怎么孝顺都无法让父母满意。所以这样子的子女不孝是父母造成的，是父母害子女不孝，这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看到的家庭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父母的孩子，也都是孩子的父母角色都是双重的。如果能够换位思考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呢，用在亲子关系里或人际关系中自然就会无往不利，一切无碍有时候父母老了很难做出改变，我们只好做子女的自己先改。婆婆年纪大也是比较难改，我们做媳妇的就自己先改，先改的人先解脱，也善解媳妇或者爸爸妈妈年纪大了，习惯养成都这么久了比较难改这个我们要善解。有时候明明是别人错在先我们也是对的人要先向错的人道歉这个道理有些人会搞不懂那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为了止息纷争。对方不讲道理，不可理喻，我们就不要跟他牵扯，因为秀才遇老兵，有理说不清，剪不断理还乱为了及早脱离这种乱境呢，也为了止息纷争，不跟他争执，而让自己得到清净我们就要学习以退为进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相反的呢，老想争一口气，就很容易祸事临头而得不偿失造成赢了战争，但是失去和平所以对的人先向错的人道歉，对的人先改自己的心念没有错怎么改改自己的心念告诉自己想要成佛的人就先改，想要心宽念纯的人就先改，想要止息纷争的人就先改能这样想呢，心里就会好过一点其实这个就是出世的精神也是正悟的理念也是生活的智慧了有一句近似语说改变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这句话不只是好话一句还充满了禅机禅机在哪里在第2句，影响别人是救人这一句。为什么不讲改变别人是救人呢，而说影响别人是救人？因为正言上人也好，一些高僧大德也好，他们跟佛陀一样深知众生习气刚强难调伏很难改变凡夫的习气。已经在学佛的人可以修到除灭烦恼或者烦恼减少，但是习气就是除不了，因为从小养成的，所以才说习气是烦恼的残渣嘛。以前我们也讲过。
那看起来是好像没什么烦恼，其实还有，只是如残渣一般，很看不出来啊，这就是习气了啊，所以很难察觉，也很难根除了。而这样子的习气呢，造成佛陀所讲的人有20难里面的最后一难，叫做善解方便难。意思就是很难去善解别人、同理别人，造成常常去勉强别人、要求别人，目的就是想改变别人啊，偏偏别人也是凡夫，没那么容易让我们改所以呢，烦恼就从此产生了嘛。那圣者或觉者了解凡夫都有这样子的凡夫性，所以他们只会潜心自我修炼，提升自己，以人间导师或众生之父呢来自我期许，从中树立身教典范即使如此呢，他们也只是期许自己去度化众生、净化众生，还是没有心存改变别人的心态哦。那有人会问哦，师父要教化弟子不就是要改变弟子吗？不是吗？其实就因为他们没有改变别人的心态所以才说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弟子嘛。修行在弟子的意思是要不要改，是由你自己决定，不是由师父帮你决定的。师父也没办法帮你做决定，师父只是告诉你改变的方法。那真正要去付诸实践改变自己，还是靠自己。同理呢，要改习气转业力也是要靠自己，想要改命运也是要靠自己，不是靠算命的。算命的这么会帮人家改运，他怎么不改自己的呢？那照你这样子讲，那师父要凭什么教化弟子呢？凭树立人品典范也就是以自己的身教来以德服人这个服人不只是让人心服口服的要追随你跟随你同时也是以自己的言行身教来调服别人即使如此，也不是要改变别人因为他们很清楚众生习气刚强，难改变难调服很难改变一个人除非他自己想改。他要是不想改，佛再也拿他没办法。因此只能靠不断的修炼自己，充实自己，提升自己，靠自己所修来的德行去影响别人所以正言上人才说，改变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道理在此经常会有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们来到我们净思精舍参访他们在拜见上人的时候，都会好奇的问上人如何管理这么庞大的志业体以及如何管理全球这么多的志工正言上人都会很谦虚的说，我不懂得管理，也不会管人我只知道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其实这是出世间法的管理哲学意思是说，没有人喜欢被管既然不喜欢被别人管，那就自己管自己，把自己管好，做好自我管理这就是以戒为师因为戒能生定，定能生慧，所以学道之人是以戒为首，以戒为师其实心灵的防毒软件，我们心灵也是要防毒保护我们的心对所以心灵的防毒软件就是什么？戒跟法所以以戒为师，以法为师嘛，我们就是学佛都这样子讲嘛。那最好的名师也是一样以戒为师，以法为师有一次呢，一位学佛多年的实业家夫人呢，她请示正言上人，她问道她说：“请问上人佛跟魔同时在世间讲的都是佛法，那我们如何用智慧去判断真假虚实呢？”正言上人呢就回答他5个字看他的戒律是佛是魔，从他的戒律就可以分辨出来的了这个叫做内行看门道了。那外行的因为辨识能力差而察觉不出来，看不出所以然所以很容易误上贼船而认贼为父
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屡见不鲜哦。我们生活周遭也不乏这样的人哦。佛陀时代呢，有一次啊，一位驯象师来拜访佛陀，他跟佛陀说啊，对于大象啊，我了无疑惑，因为我了解大象的意图，也了解大象要做什么。我只要掌握了这个大象的意图呢，大象就会听从我的指挥。但是呢，对于人呢，我有很多疑惑啊。人们总是说一套做一套，变来变去，很难捉摸。讲这句话啦，跟佛陀分享这句话，佛陀就回答他说：“你说的没错，因为象群是居住在世间的丛林里呀，但是人们常常是身处在内心的丛林里呀。世间的丛林很单纯啦，但是内心的丛林呢，太复杂了啦，人心复杂啦。那佛陀这句话呢，道尽了人性的复杂。”跟人性的无常也是啊，所以正言上人教诲我们要心宽念纯，就是期许人人都能够化繁为简呐，做得到才有可能的进一步做到返璞归真呐。那返璞归真就是回复到最初质朴单纯的境界了啊。其实达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所以才说嘛。不是要追求幸福快乐，先追求啊烦恼去除啦，幸福快乐的人还会有烦恼，但是没有烦恼的人呢，很容易幸福快乐，道理是这样的啊。所以人不像大象啊，人总是反反复复、起起伏伏，复杂的很呐，所以很难被调服啊，也很难被改变啊。那刚刚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改变大象呢，还容易过改变人呐。可见要改变一个人是多困难呢。好，话说回来呢，碰到有缘可以教化或改变的人呢，我们还是要把握因缘呢，来教化他、改变他哦。但是如果教化不来或改变不来呢，我们也要懂得适时的放下啊，别人改不了，我们自己先改，这样才是呢善待自己，也才不会萌生烦恼啦。佛陀即将入灭之际啊，佛弟子们呢公推阿难呢向佛陀做最后的请益，因为当时佛在世时啊，就有那种破坏僧团和合的比丘啦，恶性比丘啦，大家都很担心，万一佛陀不住世的时候呢，那僧团的这些秩序要如何去维持呢？所以阿难在佛陀涅槃前呢，代表大家呢，问佛陀4件事情呢。他说：“请问，佛陀涅槃后了，我们要以何为师啊？要以何为安住？碰到恶人如何去调伏？那经典的结集呢？如何令人起信啊？让人家相信这些话是佛陀说的啊？问了这4个问题啊，那佛陀的慈祥回答：你们要以戒为师，以思念处为安住。遇到恶人时，就莫并自知。”经手要安立，如是我闻啊。这一段佛陀涅槃前的遗教啊，有学佛的人应该都知道了啊。那我们现在要讲解的不是整段，而是其中的那一段默并自知啊。默就是沉默不说话，并就是排斥隔离的意思了，跟他保持距离的意思了。那默并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什么？他再怎么捣蛋呢？我们都不要去理会他啦。这种沉默的排斥，其实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沉默的排斥啊，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啊，如果别人对我们的态度很不好，很不尊重我们，甚至常常捉弄我们，你要是跟他争辩或计较呢，他会借题发挥而没完没了，他唯恐天下不乱呐。那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去理睬他。既然改变不了他，我们就明哲保身，保持沉默。只要我们不随之起舞啊，他就胡闹不起来了。而他如果硬要胡闹，我们也是拿他没办法。可是我们还是要默并，这个是佛陀教我们的生活智慧啊。一个人如果只有自我意识，
而没有团队精神呢，那就很容易一个人跟多数人呢起冲突，或产生嫌隙这个会造成人际关系的鸿沟不能轻视它。其实现代人最大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在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嘛。人际关系也因为人性的关系人心无常的关系还有生诛意灭的关系那这种现象尤其是在修行团体，在修行团体里面呢，有时候是少数要服从多数因为多数人是对的，但有时候呢，多数要服从少数因为这些少数才是对的理由很简单，修行不是什么事都用表决的，修行是以法为依归不是以人修行团体不能用表决来做出决策，跟法有关或跟真理有关的事情呢，怎么可以用表决来做出决定呢？信受奉行都来不及了，怎么可以用表决的方式来否定它？对，这样做就是逆天行道了，万万不可了。那世俗的团体可能还可以修行团体就不可以，除非是无伤大雅的小事或跟法无关的事情，否则都必须以法为最高指导原则嘛。所以我们刚刚才讲以法为师，就是这个道理那修行更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权势、以头衔，也不能以多数不是常常讲多数暴力嘛，强压在少数人身上这是要依靠正确的培训教育呢，来获得提升跟改善的，也是要透过教育的这是为什么所有的慈济志工在受证为慈济委员之前呢，都必须经过培训，道理在这个地方但是对于喜欢节外生枝或喜气深重那对这些人我们要怎么办呢？讲也讲不听说也说不听，说也说不来碰也碰不得你一碰他就不来了那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刚刚讲沉默的排斥，也就是刚刚讲的莫病自知不只是对恶性比丘对以上讲的这些人也是一样适用佛陀认为，如果已经尽人事了，劝也劝不了，度也度不了，那就莫病他，也就是不要理会他，随他去，大家各自修行至少这样还可以维持某种程度的相安无事的不是好办法里面的好办法其实这样子的应对态度呢，有点类似我们常常讲的36计走为上策。那我们要谈的是，如果用了35个计谋之后呢，还无法解决问题这个时候呢，只好采用第36招，叫做36计走为上策。其实这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莫病自知道理是一样。使用这一招呢，并不是代表我们懦弱或者逃避，不是，反而是一种非常柔软的处事态度，其实也是一种识时务者为俊杰，懂进退者为英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解释，大家更清楚有2个很要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学剑之人但是即使再好的朋友，也难免有意见不合或冲突的时候嘛。有一次呢，这2个好朋友一起谈天不晓得谈到什么事谈到后来竟然起了争执2个人都翻脸了。这个时候呢，其中一个人呢就很快的拔出身上的剑另一个人看了就说：“你在做什么？”那这个拔剑的人就回答说：“来比斗一下我们学武的人有了争执以后呢，就用刀剑来分出胜负那情绪比较冷静的那一位呢，那因为平常就有亲近禅师所以他知道这个时候必须莫病自知但是呢，朋友的情绪，这个人拔剑这个人情绪绷得很紧剑拔弩张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该怎么办呢？于是那个他就用禅的智慧对他这个朋友说要比划可以等一下。
那他就把衣服撩起来，然后呢撩起来塞在那裤腰里面呢，再拿出一条布条啊，绑在这个头上，绑起来，上面写必胜，最后呢，慢慢的把手呢绑在这个剑柄上呢，做出准备要决斗的这个姿势啊，这个姿势做出来啊，往后退1步，退2步，再退3步，然后说时迟那时快呢，一转头拔腿就跑，逃之夭夭，留下这个气得不得了这个朋友站在那边叫骂。过了2天呢，这个朋友呢气消了，想到啊那时候真不应该那么冲动啊，于是跑去向这个冷静的这位呢道歉啊，对不起啊，那天我实在太冲动了啦，好在你有淡定的功夫啊，否则我们2个人打起来啊，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这个时候他那个朋友笑笑的说：“哎呀，也没什么啦，我用的这一招还不是36计走为上策，也就是刚才讲的莫病自知。意思就是说要懂得闪呐，所以我们在菩萨道上也是一样哦，有该闪的时候也是要闪的，枪林弹雨中啊，你不要横冲直撞啊，你不受伤也难呐。有一次呢，一位委员向证严上人哭诉啊，说他无端端遭受到别人的伤害啊，那上人就劝他说：“哎呀，不要自己去踢铁板啦。”他回说：“上人，我没有去踢铁板啊，是铁板自己飞过来啊。”那上人回答说：“啊，你不会闪哦。”听起来很简单，他就是做不到啊！你闪就没事了，不是吗？这就是凡夫。总而言之呢，人际关系或情势紧绷的时候呢，有时候还是要学习动中修静，乱中修定啊，这个不是一日可及呀，要长期的学习呀。暂时冷静下来，搁置一下啊，莫病自知，就是用智慧去处理乱境啊。越乱的时候越要用智慧了，越困难的时候越要悲智双运了。那面对人事问题，有一种状况是这样哦，就是我们不能解决它，但是也逃避不了，进退两难呢，两头不到岸，那这个要怎么办啊？这个时候也是有佛法就有办法啊，这个办法叫做搁置。搁置是一个事缓则圆的妙法，搁置它不是逃避它或不理它，是耐心等待因缘呐。时间到，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不费吹灰之力。有这么好用吗？就是有这么好用。因为现在面对问题，这个人不一定是将来要处理问题的那个人。有3个理由。第一个，随着岁月的累积啊，我们处理问题的经验跟能力啊增加了，所以搁置一段时间过后呢，问题自动迎刃而解。第二个，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啊，我们化解问题的智慧提升了，智慧够了，自然就能够四两拨千斤。第3个，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了，谢谢收看，所有问题一笔勾销，不是吗？所以不要把问题拿来提前烦恼，否则就会是庸人自扰啊。问题难处理的时候，可以暂时把它搁置，莫病自知啊，也是一样。同理，烦恼难化解的时候，也是可以把它搁置，莫病，这也是一种生活智慧。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降低别人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水准，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